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中国经济持续下滑，作为中共政治中心的一线大城市北京，也是毫无悬念地出现了衰败的趋势，而这也体现在了房地产行业。有博主发视频提醒人们赶紧卖房。赶紧卖房！别说我没提前告诉你，2025年是抛售房产最后的一年，房东们别再犹豫，别再纠结了，能卖就卖，快刀斩乱麻。今年再不出手，未来就要被套住。2025年将会是北京房产大变天的一年。北京目前政策大多都在救新房，人才补贴、相关购房补贴、降首付、降利率等优惠福利都在针对新房。二手房就像后妈生的一样，汤都喝不着。他指出，现在房价下滑非常明显，好房子越来越多，呼吁房东赶紧卖房。现在的房价真成了笑话了，再这么跌下去，多少人的财务状况得亮红灯啊！23年一位客户花1230万买的房子，上个月小区刚成交他家同户型880万，他当初买房还欠着银行900万的贷款呢。要是现在卖房，不仅拿不到钱，还得再倒贴20万。再这样下去，我真担心会有一大批人扛不住了，就开始断供。这个视频显示，这对小夫妻1年前才买的房子，现在房价下跌了130万。他妻子在视频中情绪崩溃。房子从300多万降到100多万，难道也卖不出去了吗？如今挂牌2个多月了，除了10几次的带看，没有一点动静。在挂牌的这2个多月的时间里，已经降价2次，仍旧没有一点效果。既没有看到带看数量增加，也没有购买意向的人。今天中介过来又沟通了一下，给的建议是还要继续再降价。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下，难道想要卖出去，真的就要没有限制、没有节制的降成白菜价吗？而且呢，北京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北京房价下跌居全国首位的事实了。6月15日，统计局发布了8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根据8月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指数，北京房价环比上月下跌了1.2个百分点，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居首位。那北京房价跌速已达全国第一，这应该是有史以来创纪录的第一次。今天上午9点半国家统计局公布了8月份北京商品房价格的变化这消息一出这市场又凉了2度这新房跟二手房双双下滑先看新房这边新房呢环比是下降了0.4%，看着呢确实降的也没那么多但是上个月其实环比是正负0你这个月就往下有点出溜了是吧？不是什么好事二手的情况呢就更差一点其实今年5月初的时候，北京的二手房价格同比已经到正负0了。京房虎哥表示，到今年的6月7号，环比下降了1%以上，到8月环比下降了1.2%，连续3个月以月均1点几的速度在往下滑。卖家议价权越来越弱，市场挂牌房源量达到今年的高点16万5千套，而买家还价几乎全部都是腰斩价。有博主盘点北京房价下跌严重的几个区域，北京这些地方的房价正在大跳水，尤其是最后一个，直接跌回到了10年前。第一名昌平北七家，曾经炒到天上，现在直接腰斩，跌幅超过50%。像明流花园、望州家园这些小区价格一夜之间回到2014年。第二名通州北关、梨园，2015年还在持续下跌，上半年下跌超5%，新房疯狂内卷，二手业主婚姻在泗水。第三名顺义侯沙峪。曾经的神盘聚集地如今半年暴跌7.43%。他表示呢，北京房价跌幅的冠军门头沟石门营，今年上半年狂跌了8.07%，那里地段偏僻，没有人气，业主想跑都跑不了。房价不断下跌是不争的事实，但现在人们对于买房不但失去了曾有的狂热，而且呢还都在观望。就是明明房价已经跌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呢，大家依然觉得后面的政策还会更好，后面的房价还会更低，总有扛不住的那些冤大头的那些卖房人，对吧？他们总是有可能有自己的需求，所以他们总是会有一些人可能会以低于市场价更多的方式来去进行卖房，所以大家都在等待，而且等完了还希望能够更低。
所以这种情绪已经基本上是现在大家普遍的情绪了。很多人买房子之所以被割韭菜，就是因为信息不够透明。我先从政策来讲，从去年咱们北京首付降到15%，利率变成3.05%，再到今年公积金降到2.6%了。还有上个月呢，北京放一个大招，不还卖可以随便买了，只要你在本市连续缴纳社保或者是个税满2年以上，你买100套没人管你了。真的，现在北京该出政策都出差不多了，就剩下解除限购和买房落户了。你再看一下北京楼市反应，效果不是十分明显。当然了，去年930新政是冲了一波销量，但是今年北京呢更多是开发商以价换量，降价促销。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北京房价已经是大幅下滑，房价下跌必然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有博主指出，如果说房价继续下跌的话，很大的概率会发生以下的情况就是房子的价格比不上房子的贷款余额，大量的房源呢在市场上会进行一个抛售，部分的中产阶级呢会面临着破产，大量的企业会进行一个降薪裁员，甚至很多的企业会面临倒闭的一个情况，老百姓会被迫的选择去断供，法拍房的数量可能会日益激增，整个经济呢它就陷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当局依然是大言不惭地表示北京经济势头向好。7月17号举办了2025年上半年北京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据中共喉舌环球网的报道表示呢，今年上半年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 25029.2亿元，同比增长了 5.5%。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5144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 4.8%，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了 5.1%。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杨秀玲在14·5时期北京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当前所谓的喜人的形势，说5年的经济增量约1.4万亿，相当于新增了一个海淀区的经济总量。表面上看起来数字似乎是很亮眼，在外资纷纷撤离、青年失业率不断攀升、大量公司工厂倒闭的当下，北京经济反而出现了上升的趋势。但是呢，这只是一个数字，要看北京真实的经济状况，从北京房地产的变天已经体现出来了。而且呢，北京街头的实况也是不会说假话的。1家餐饮、2家餐饮、3家、4家全部是转让。你看这边的店面底下是没有人，这边全是地摊。以前这边的话，我们刚来的时候那段时间是没有地摊的，现在是一个接一个的，几十个地摊了，下面根本就没人下去。这边也是都在开始一家接一家的在转让，什么店面转让，技术都可以转让，确实是都难。这个店也在转让，接二连三的也是都是贴了转。对此，网友切实的表示，不想给员工涨工资，哪来的钱消费？还是房租太贵了，替房东打工了。这段时间呢，闹得满城风雨的高端餐饮连锁店西贝，也因为预制菜的风波而出现客流量直线下滑的情况。到了7点25分，我们今天来到了那个五棵松万达现在到了这个西贝，我们来看一下五棵松万达的这个西贝的一个情况。来看一下。看一下，拍。2025年的8月8号，北京市统计局发布了2025年1到6月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的主要经济指标。根据数据显示，北京在该领域共有5135家法人单位，实现营业收入为737.75亿元，同比下降了 3.7%。营业成本为360.19亿元，同比下降了 1.2%， 利润总额是2.47亿元，同比骤降了 67%。那么从分行业来看呢，住宿业的1613家单位营业收入同比下降了 7.3%， 利润总额仅有5980万元，降幅高达了 92.9%。而餐饮业的3522家单位的营业收入呢，同比下降了 2.3%， 利润总额为 1.88亿元。数据发布，北京餐饮利润掉了67个点。Peter 作为全国最大的二手餐饮设备商，看这数吓一跳。这惊讶的事儿不是掉了67个点，是怎么还能有利润呢？这一看数，规模以上，自行申报了3、4千家，这就明白了。北京一共小20万家餐饮，取了3000，又都人自行申报，不过也没办法，餐饮行业跟其他行业不一样，小商小户太多，要想准确的统计还是挺困难的。
Peter 收的这个赔了200万的烤肉店，肯定没上报数据算亏损。还有 Peter 收的这个炸串加盟店，跟总部数都没聊清楚，跟统计口的数能聊清楚吗？博主举例他收购的倒闭餐饮店的情况，包括1年换3圈，年化倒闭率达到了300%的外卖店。因为不知道具体的开店和倒闭的时间，所以店主赔的钱也无法统计到统计局的数据里。这位博主表示呢，他总感觉是餐饮业越来越不受中共当局的重视了。今年5、6月份的禁酒令给餐饮业主们一个大嘴巴，而近期交社保的风波呢，也导致麦当劳只敢招收年纪大的工作人员。他开玩笑地说呢，今年中国统计局的餐饮业数据都不说它是否能够如实反映情况了。2024年的餐饮和住宿的数据呢，也是分开列出的。今年一看也别麻烦了，你俩北京餐饮和住宿业难兄难弟一块儿算吧。当然是玩笑话了，却真实的说出了中共精心造假餐饮业利润总额数据。那么说白了呢，北京餐饮和住宿业可都是遭了殃了。而北京住宿情况也是一言难尽。北京的住宿业的利润是10.5个亿。这已经是环比下降了32%的数据了。谁能想到今年更惨，直接掉了92%，只剩下一个零头了。是什么造成了今天这样的一个局面？博主表示，原因有2个。首先就是2024年北京有1300家酒店，今年是1600家，在全国的范围之内，疫情之后就新增了9万家酒店。其次呢，酒店行业越来越卷，其实游客数量没有减少，但平台价格战已经把利润卷没了。从数据上看，年收入掉了7%，利润却掉了12%，这就是典型的增收不增利。经济下行，酒店也要不行了。2025年上半年，北京1600多家住宿业单位，总共赚了5980万，平均下来呢，每家只赚了3万7，利润直接暴跌90%以上。要知道啊，这些酒店的主要受众它也不好过，企业没订单，先砍差旅，高端酒店客户锐减，而年轻人呢捂紧钱包，消费观也转为了5星酒店不如民宿，3亚旅行呢不如周边散步。可是酒店呢是经典的重资产行业，租金、人员、水电、能耗都是固定成本，不管有没有客人都要支出。该女士指出，酒店成本1分钱没少，收入却快撑不住了。而且呢，现在酒店资源过剩，光是北京1年就新增了300多家酒店。当新开酒店的速度远超需求的增长，整个行业的价格就开始内卷了，谁都不敢涨价，怕丢了客户。那么结果就是大家集体竞争，这和现在的外卖大战很相像。从上面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和国际的1线大都市，现在房地产行业直线下滑，餐饮和住宿业在2025年的上半年的数据，即使是经过美化，也濒临翻车。就是这样，中共当局还大言不惭地表示，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5144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8%。北京5年的经济增量为1.4万亿人民币，相当于新增了一个海淀区的经济总量。这让那些苦苦挣扎的北京老板们、商家和普通人听到了，会想，现在政府撒谎都这么理直气壮，毫不遮掩了。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